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我今年58岁，老伴比我大4岁。前几年我和老伴退休后买了房车，出去旅行了2年，回来后儿媳妇就再也不上门了，过年都不回来。你们说我们老年人退休后想出去旅游，好好享受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讲述人王阿姨。我退休之前是在一家疗养院做副院长，退休后每个月的工资有5000多。没退休那会儿，我的很多同事他们都有出去旅行的。这几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，有很多退休老人都开房车出去旅行，我特别羡慕。所以从还没有退休的时候，我就早早的开始为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做规划了。我也准备买辆房车，和老伴一起出去旅行。老伴在一家大型的医院上班，他是一位胸外科医生。我俩的收入都还不错，退休后都有退休金，不需要为钱发愁。我们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儿子在青岛读的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了青岛，后来认识了一个青岛的女孩，他们就在那里安了家。儿子结婚的时候，婚房是我们给出的首付，一共是40万，另外还给他买了一辆20多万的车。当时结婚的时候，我就提前跟儿子说明白了，以后你们有了孩子，我不帮忙带孩子，我要跟你爸出去旅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婆婆身体不好，我这个人天生要强，2个孩子大部分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，所以我跟儿子说，你们愿意生几个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，供你读书，帮你买房成家，我们已经尽到了一个做父母的责任，剩下的日子就要靠你们自己过了。儿媳妇是青岛当地的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财务，我们见过几次。她的性格跟我一样，也挺要强的。我当时就想，以后尽量不要跟儿媳妇住在一起，打内心的也不想帮他们带孩子。因为作为过来人，我知道没有几个婆媳能够相处好的，大部分的矛盾都是发生在儿子家带孙子的时候。我可不想出力不讨好，做儿子家的免费保姆。我退休后就开始筹备买房车的事情，等老伴退休的时候，一切都准备妥当。我俩开着房车去的第一站就是青海湖，看蓝天白云，油菜花海，鸟岛繁荣。当时我跟老伴感慨万千，想想人这一辈子其实很短暂，上了大辈子的班了，忙生活，忙事业，忙孩子，好不容易退休了，孩子们都成家了，这或许是最后一段属于我们自己的时光了。正在我们兴致勃勃讨论下一站去哪里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儿子的电话。他说儿媳妇已经怀孕2个多月了，孕吐的厉害，想让我们过去照顾一段时间。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我跟儿子说，孕吐是每一个怀孕女人都要经历的，我怀你的时候吐的胆汁都吐出来了，不也都熬过来了，熬过3个月后，后面就慢慢会好了。过后我又给儿媳妇去了个电话，跟她说自己照顾好自己，等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去看她。一直到儿媳妇生完大孙子，我跟老伴才赶回去。月子里儿媳妇的妈妈也在，并且他们请了月嫂，都在跟前照顾着。为了表示对儿媳妇的关心，我们还特意的给她和儿孙子包了一个1万块的红包。我们只在儿子家住了1个多星期，就又上路了。这期间儿子又给我们打了好几次的电话，无非是商量着带孙子的事情。我自始至终都坚持我的那个态度，我不会给你们带孩子。我说我忙碌大半辈子了，好不容易退下来，
就想过几天这样的旅行的日子。我不想再去给你们带孩子、收拾家务、做免费的保姆。儿子在电话那头说：妈，我们2个都要上班，而且工资也不低。再说燕子的那个工作待遇也很好，她喜欢去上班。她现在有6个月的产假，她想在休完产假之后就回原公司上班，并且她领导也很希望她回去。我知道你跟爸一直想退休后出去旅游，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说你们现在不帮我们带孩子，我们就得有一个人下来。如果燕子下来的话，光靠我一个人上班，家里的经济条件就要差很多。现在有了孩子，家里开销又增大了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们先过来帮帮我们。等孩子上幼儿园了，你和我爸再出去旅行也不晚呀。儿子的话，我表面上没有答应，但是内心也很纠结。的确，他们这个年纪就要打拼事业，又要照顾孩子，正是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。但是我还是不想为了帮助儿子而牺牲自己。最后，我跟老伴在权衡之后，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我和老伴的退休金每个月有1万多，我们答应每个月拿出5000块钱给他们这个小家庭作为支持，也算是我们做爷爷奶奶不带孙子的一种补偿吧。虽然儿子并不同意这个方案，因为儿媳一个人的工资不止5000块钱，他下来带孩子的话也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。我承认儿子说的都有道理，但是他却只考虑他的这个小家。在他的认知里，老人看孩子天经地义，所以他认为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放掉手上的一切，去帮忙他们带孩子。但是我却不这么看。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，奶奶带孙子天经地义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奶奶带孙子带是情分，不是本分。儿女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带，并且我已经把我个人的退休金全部给到了他们，以换得我自己几年的自由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为什么做儿女的都从来不为自己的父母考虑呢？最终，不管儿子接不接受，我还是没有答应帮他们带孩子。不过每个月的月初，只要退休金到账，我都会准时的打到儿子的银行卡上。我认为作为父母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我跟老伴在外旅行3年，第一次回家过年的时候，儿媳竟然拒绝回我们家过年。她以孩子太小的理由不回老家，连续3年都是这样子。甚至我给她打电话，她都不接。在她的朋友圈里写着，当一个女人挺过了所有的难，以后谁给的糖也不甜。这是在对我宣战吗？虽然我跟儿媳并没有撕破脸，但是这几年儿媳妇一个电话都没有打。所以当我第2年给儿媳妇打电话，她再次的挂断以后，我果断的做出一个决定，我不会再给他们打1分钱。理由有2点。第一，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儿媳可以做出自食其力，我不必再为她的生活负责。第二，她不是一个懂感恩的人，连我的电话都不接，那我凭什么还要去赶着每个月给他们打钱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不认为我退休后去旅行有问题。我们忙碌了大半生，好不容易退休了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没有错。错的是，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一点感恩之心，不懂得反哺父母，只一味的啃老，还不知足，反过来还埋怨老人当初不帮忙带孩子。难道我们老年人就不能为自己活一回吗？你们认为我有错吗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